生牛肉不是泰國的東北菜嗎？為什麼在大城府吃到的反而更加正宗呢？這個距離曼谷不過80來公里的地方，一到夜晚就變回了空城。這曾經的全東南亞最頂級的富豪俱樂部，現在就只剩下這樣了嗎？我這第3次重遊了，才發現原來最賺錢、人氣最旺的華人寺廟，它背後的故事是反轉了又再反轉的。能吸引遊客穿着厚厚的泰服，在烈日之下拍照的，可不僅僅是因為景色絕美哦。我還發現把關羽叫做關公，原來是和粵語有關的。這些大象和瀾滄江居然也有着一定的淵源，還有就是大頭蝦和聞名世界的樹抱佛手，它也是能扯上點關係的。這些縱橫交錯的文化和歷史，就像是大城府的水路網絡一樣，環環相扣，道道相通。這一次我是和半個本地人，也就是老撾人了，和他一起過來的。他應該會比我更加熟悉這裡的文化吧。ใช่อุทัยอยุธยา打臉了吧？他連阿尤塔亞的名字都讀得不太通順，因為這個名字它並不是泰語的原創來的，它是印度的梵語，意思是不可戰勝的城市。古代下南洋的人可能記不住那麼長的發音吧，並且泰語呢也的確有把首都叫做大城的習慣，那就怎麼好記就怎麼叫吧。大城可是比阿尤塔亞好記太多了。但是他這取名不可戰勝的城市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太高調，刺激到別人了。相鄰的緬甸就想着說要來挑戰看一看，結果這個大城一戰就敗了，所以現在就只剩下這些殘牆敗瓦了。Why? It's so big in a small space. Okay, your name? Yes. 現在遊客到這裡來，無非就是去一下這4個地方。第一個必去的就是貴妃寺，那當然這個名字也是華人想出來的了，因為這一個廟是古代的某一個國王為了紀念他的母親修建的，但是他的名字比大城的泰語都要長得多。並且導遊也總不能對遊客說：“快來看啊，這座廟就是國王為了紀念他媽建的，可漂亮了。”誰還想看呢？這個時候，華人的營銷智慧就上場了。國王他媽至少也是個貴妃吧，就把它叫做貴妃寺吧。你看這個名字，瞬間就把皇家秘史、紅顏薄命的那種曖昧不清的氛圍給帶出來了，又華麗又神秘。但是國王他媽不是皇太后才對嗎？那老太太的紀念館和深宮少女的宮殿，你會選哪個呢？ร้อนไหม那當然，光靠一個名字也是不夠的，後面有一部國民級火爆的泰劇才是這裡最大的推手。這部劇有多厲害？它居然解決了曼谷晚高峰的堵車問題。因為大結局的那天，全泰國的人都提前回家看電視去了，馬路上面只剩下有交警在。我就問你服不服？現在繼續看的第2個必去的地方，就是這一個樹抱佛手了。你拍到這張照片，和你相冊裡面平時拍到的那些高山大海相比，它太突出了。你發個朋友圈什麼的，人人都知道你在泰國。導遊們也管這裡叫做泰國蒙娜麗莎，或者永遠的微笑。你看看這佛手的笑臉，是不是覺得挺貼切的呢？剛才說300多年前，大城是整個東南亞的財富中心，現在這裡呢，就是這中心的中心了。整一個皇朝的財產都是集中藏在這一個地下的密室裡面的。在當年，這裡普通人是連靠近的資格都沒有的，
只有舉辦什麼登基大典之類的國家級盛事，才會動用到這裡的。這些佛像為什麼只有身沒有頭呢？一來是因為緬甸軍進行開盲盒式的挖寶，因為泰國人修佛像有一個習慣，喜歡把純金的小佛像啊、極品的寶石啊，又或者是高僧的舍利子，藏在這些佛像的腦袋或者胸腔裡面，得把它砸開了，才能夠掏到裡面最核心的寶貝。二來呢，這些佛像太高了，在地上點火燒，很難把佛頭上的金寶給融化，所以就乾脆把它砍下來，扔到火堆裡面來集中提煉，好把這個黃金給拿走。所以這裡是沒有哪個佛手可以逃過這陣搶盜的狂潮的。不對啊，這一個不是有頭嗎？這一座啊，它是後來修復的，並且這個已經不是它原本的頭了。唯獨就是這一個樹抱佛手，可能是因為當年被哪個大頭蝦隨手的扔到了角落裡吧。大頭蝦，哦，這個是粵語來的，用來形容一個人粗心大意、丟三落四這樣。你想吃大頭蝦嗎？大城現在可是泰國最大的大頭蝦交易市場所在地哦，一會兒就帶你去吃。第三個必去的地方是玉米塔寺，那當然這個不會是它真正的名字了。這個最高的玉米塔所在的地方，其實是兩位皇子為了爭奪皇位進行決鬥的地方，也是他們同歸於盡的地方，因為誰都贏不了。結果讓老三白白撿了個皇位，所以他就在這裡建了這一座塔，感謝啊，不是紀念他們。這一座塔的泰語名字翻譯為中文是叫做皇家圓滿寺廟，意思是說啊，我們這爭皇位的家庭鬧劇已經結束了，現在是功德圓滿，重歸和平的了。這一座塔就是最好的見證。我就懶得管這免費的船面是想證明什麼了，又是米其林推薦，又是免費的，你還想怎麼樣呢？這座塔是不是覺得有點眼熟呢？沒錯，它和柬埔寨那個吳哥窟是一樣的，因為它就是直接仿照那裡來做的，並且是直接把人家的皇家建築師綁架到大城府這裡來現場施工的。他們怎麼那麼猖狂呢？因為大城打敗了柬埔寨的前身高棉王國啊。等一下，我的有點混亂了。不是說緬甸把大城這裡打到落花流水嗎？是的，大城也曾經把柬埔寨打得落花流水。簡單來說，就是柬埔寨的前身，也就是高棉了。他是叱咤風雲、最講究排場的初代大佬。我們現在所在這個大城呢，就趁着他年事已高，成功篡位，非法繼承了他的全部財產，成為了暴發大戶。那隔壁窮到連鞋子都沒得穿的緬甸的前身貢榜，就提着大刀衝進來了，能搬動的就搬光，搬不動的就燒光。好在後面有一個華裔的國王出現，把他們都給趕走，然後順便才把首都向南遷，這才有了今天的曼谷。呢位同前菜。第四個要去的地方，我把它形容為靈魂的 shopping mall， 因為它的運作模式和我們逛商場真的是一模一樣的。花點錢買點小東西，進行一次情緒價值的交易，就能夠滿血復活了。你看這人氣和規模，真的是和曼谷的大商場不相上下的。這裡叫做三寶公寺，三寶是一個人名，就是那個七下西洋鼎鼎有名的鄭和，他的小名就叫做三寶。三寶公寺意思是鄭和公家的寺廟嗎？其實這個公字是我們粵語文化裡的一個頂級尊稱，你得受到萬人敬仰才能夠配得上這一個字的。像關羽就叫做關公，包拯就叫做包公，土地爺就叫做土地公，都是這個道理。
那既然能叫這個名字，你肯定覺得這個廟是他所建的，或者他至少來剪過彩什麼的吧？沒有，真的沒有，因為這座廟建好的時候，鄭和都還沒有出生呢。實際上，這座廟是在還沒有大成王朝的時候就已經建好了，是當時這裡的一個獨立的小國的國王建的。但為什麼又和華人扯上關係呢？那是因為這裡有一個民間的八卦，說是中國元朝的一位公主袁計劃呢是遠嫁到這裡來的，但是婚都沒有結成就死在這裡了。有人說是氣死的，也有人說是投河自盡。這原因竟然是因為國王沒有親自到碼頭來接她。後來國王呢就建了這一座廟，算是寫個認錯悔改書之類的吧，把它起名叫做賭氣娘娘寺。從此這個寺廟就和華人帶上關係了。80年之後，華人又借用鄭和下西洋的風光，把這裡叫做三寶宮寺。所以同一座寺廟，泰國版的是紀念賭氣的娘娘，華人版的是紀念鄭和。他們的名字既不是音譯，也不是意譯，而是毫無關係。但是到了最後，泰國的官方也還是全给認了，中泰雙語的名字都能夠寫在他的身份證上面。而真正的反轉是，泰國版本的所謂賭氣的娘娘，只不過是和他真正的名字讀音非常的接近。但是民間的八卦傳着，這個賭氣娘娘的故事就完勝了。歷史啊就是這樣，只有越來越接近的真實，但是永遠都不會有不可撼動的真實。Anyway， 這裡都是一座歷史最為久遠、人氣最旺的寺廟，因為它太懂人性了。你看，給魚餵食就是做功德，花幾塊錢就可以了；給佛像披上布料，更是一件大功德，花個100來塊就行。你沒帶現金來是嗎？掃碼就可以捐錢。並且這個碼可是泰國的稅務局印過來的，是光明正大的。如果金額大了，還可以減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。大城府旅遊業一半的 KPI 都是出自於這裡。這一間華人寺廟可以真的說是賺翻了。這裡這麼多八卦，只來個半日遊，有點可惜了吧？是的，所以這一次我就特地在這裡住了2天，像遊客那樣去騎大象，也像本地人這樣冒雨在夜市裡面等座位，並且我發現這裡最正確的遊玩方式應該是坐船。Chinese man, the eye is tiny. Tiny eye, Chinese. Like me. Okay. I am three quarter. You are 100% Chinese, right? I am 75% Chinese. 大城的中心區是一個孤島的設計，它天生就被2條大河包圍得像一個半島，後來再用這一條人工運河徹底把它切成了一座孤島。這放在過去，它是有着易守難攻的優勢的，可能這也就是它為什麼取名叫做不可戰勝之城的原因吧。並且這裡水網密布，在商貿往來方面也是非常順滑的。大城這400多年的大財主地位和這個地理優勢，應該是有着必然聯繫的。這裡還挖了密密麻麻的運河，再把它和大河連通起來，就像是威尼斯那樣，河道也就是街道。所以如果你光在陸地上面轉，你是發現不了它原來還有這種風光的。沿着河道建的學校、醫院、酒店、本地人的住宅、餐廳等等，太有泰式的水鄉風情了。並且順着這一條水路，就可以把剛才介紹的4大必去景點中的3個給看完。剩下的那個樹抱佛手，因為是在島內的最中心位置，那就不需要坐船去了。我們包的這艘船是37.5美元，可以遊玩2個半小時，絕對的物超所值。但是接下來的這個騎大象呢，就顯得有點傻了。
這個騎大象15分鐘要差不多16美元。我這個朋友可能都忘了，他們老撾就是曾經的大象之國吧，要跑到這裡來騎。老撾的前身是澜沧王國。這個澜滄泰語讀作蘭長，蘭就是100萬，長就是大象，合起來就是100萬大象王國的意思。中國的那條澜滄江，就是因為它是向着這個大象國流去的，所以才取名澜滄江。老撾的朋友說，除了剛坐上去的那一下覺得有一點興奮，後面就只剩下無聊了。有些遊客都把手機拿出來玩了，再加上這個馬路上面全部都是大象拉的糞便，我反正是不鼓勵大家去騎了。大城這種平原地方也根本沒有什麼原始森林，這些大象只不過是一個異地打工人罷了。在大城中心區10公里外是他們國家級的工業園，在那裡也是有很多異地打工人的，他們大多都是來自東北地區，所以在這裡吃東北最著名的生牛肉也是不怕撞板的。一來這裡有托底的東北消費群，二來這裡有龐大的穆斯林社區，那就一定會有成熟的黃牛屠宰和供應鏈，牛肉是可以保證絕對新鮮的。辣酱啊，哪裡邊酱？他们很苦嘛。這一種苦可不是來自這一個醬，它是牛膽汁。這又苦又辣，心裡又害怕，我是真的無福消受了。最後還是不得不煮熟了再吃。大城離曼谷也不過是1個多小時的車程，那論夜生活、高級享受和曼谷一比，那就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的。所以大多數的遊客都不會選擇在這裡過夜。再加上這整一個中心區，也就是島內了，是世界級的文化遺產，想在這裡建高樓或者進行其他的商業開發，都是有着極其嚴格的限制的。我這一次呢，就專門逆向而為，因為我想看一下這一個展示着歷史演變的舞台，在落幕之後會是什麼樣子的。這些小鳥應該是生態的感應器吧？它們都知道天黑了就要回到這個島上來，因為全島這裡都不會有工業污染。在他們這種瘋狂的叫聲裡面，好像也夾雜着過去鼎盛時期在熱鬧街道上面人群的叫賣聲和歡笑聲，同時也會有緬甸大軍殺過來的時候的那種嚇人的馬蹄聲，房子被火燒着的聲音，和老人小孩哭喊着四處逃命的聲音。如果說人類是聰明的話，為什麼又做了那麼多的蠢事呢？大城毀了高棉，貢榜又來毀掉大城，再往前推，也依然是誰毀了誰的故事。往後呢，也會這樣一直重複嗎？我哪知道，那個時候我都在歷史裡了。